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出的这款电影变3油罐威震天，盒子超级巨大，应该也是目前 NA 出的最大的一款产品了。制品方面只有一张开页的说明书，但是这个变形的指示只能说是提词器般的使用，你得先理解它怎么变形，在忘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提示，但是你如果照着它变形，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省略掉的。这回的盒子里还会带几块这样的配件，其实并不是威震天身上的，是他们家上一款出的声波身上的替换零件。老威的配件有这把大枪，涂装和造型都是做的非常不错的，细节、纹理，包括它身上的这种做旧的油污效果。还可以啊，只不过这边会暴露着螺丝孔。与其配套的还有做旧化的枪套。此外还有一根金属链条，把这玩意儿往身上一捆就可以进行搭载了。这个玩意儿我记得当时给威震天修脑袋来着，是不是？手上握着一个武器，也是可以拔下来的。身上的涂装依旧做了这种旧化的油污感觉，胳膊一段关节球形可动。腿部这里也只有一点点的可动范围，背后背着的这一块造型上面也有一些划痕的效果，涂装做的也是非常旧的，金属质感很强烈，嘴巴可以打开，红蓝异瞳也算是。另外就是这个破旧的大布披风，披风的这个质地还是挺厚的，边缘这里专门做出来了毛毛的感觉，而且上边喷了那种很旧的涂装效果，边缘里边都内置了一圈铁丝，挺粗的这个铁丝还倒是捏起来柔韧度还可以，也是为了定型方便。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 ，NA 这一次威震天做的也是非常漂亮的，身材比例特别的匀称，和电影里边尤其风沙腐蚀之下的全身脏旧涂装的这种感觉，做的质感是非常棒的。这又想起来 NA 之前在小比例玩具线做了不少这种战损涂装的效果，我觉得是有一点为这老威打基础，而这一次老威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涂装质感，更是哇！全涂装面的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款量产玩具展现出来的涂装素质啊，细节做的非常的棒。颜色方面，其实它做的是那种仿铁锈的感觉，说红不红，说黄不黄，脏不拉几的。人形的高度方面，差不多在33公分左右，半边脸烂掉的感觉，中间凹出来像是骷髅骨架一样的细节纹路，尤其嘴部里边牙齿的刻画还是内凹式的。嘴巴可以打开，看里边的牙齿刻画，甚至于这个黄牙的涂装，确实有一种骷髅王张嘴嘶吼的这种味道啊。眼睛被打坏掉的时候，这一块金属进行了畸变，金属红漆涂出来的眼球，哇，这涂装的质感细节很漂亮，包括脑壳里边纹路的刻画。另一边好脸的这个侧颜。锋利的锐度，沧桑的质感，哇，这个涂的真的好看。领口这边的纹理和涂装刻画，脖子根部这里使用了一个双段关节，其实可以把头更抬起来。左右旋转，独立的关节，肩膀造型，半隐藏收纳的轮子。其实我还是特别喜欢这种真实零件隐藏在装甲内部，露出来轮胎纹的这种质感啊，很细。外边包覆的这种装甲片也是做的非常漂亮的，胳膊平举差不多70-80度的样子，360度的旋转，这里边的轴都是齿轮关节，还是很清脆的。肩胛其实是一个独立运作的关节，我们把这一块打开，就可以把带有前面一段轮子的地方折起来。左右这里二头肌有旋转的关节，手肘曲臂的部位是2段转轴。折起来的曲臂幅度还挺大的，包括这一块的肘部也会多折出来一块零件作为挡肉的造型。小臂的刻画同样非常的精美啊，装甲的层次感十分的丰富，全指可动手，每一个指节都可以来回的活动，并且可以左右的张开。外边这一层还套了一个装甲，包括在手指的缝隙里的这些涂装都是很赞的。手腕的地方是一个大的球形关节，所以可以来回的活动。安插大枪的时候，通过这里的扣子进行连接，用手指叠一下，也做出来一个非常棒的握枪造型。另外一根小臂展现更多的是这种管路的细节，大爪子也是非常多段的可动指节，
包括在纤细的部位，这个地方也是软胶的材质，所以不用担心损坏。胸口的造型刻画，因为做了假胸的变形设计啊，所以这一块的质感和曲线做的都是非常漂亮的。再加上这身特别精湛的涂装工艺，哇！而且这款的变形设计导致了它包裹程度也是很完美的。再加上这些挡肉的零件，整体的片包过来之后，不会暴露任何里边的零件和贯通的光。后背的肋骨造型以及上方的烟囱，这些金属质感和旧化的涂装做的也是很精美的。腰部可以来回的旋转，但是如果360度的话，前边的这里会稍微的阻碍一点点。腰部有独立的弯腰关节，但仔细看，在金属关节的内部这里还有支臂的抬升。其实这个让我想起来有点像啥呢？柜门里边的那种合金合页。所以这个支撑的效果是很棒的，毕竟玩具很大。有了这样的支撑以后，你不管摆任何的角度，即使没有齿轮的话，它的支撑阻尼也是会很好的。胯部是齿轮关节，侧抬只有2尺，大概45度左右。前踢的话也得稍微的借一点位，大概也就是个70、80度。还好后踢90度能踢平，所以吧，这款可能也是因为造型的关系阻碍到了这一块胯部的活动关节范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其实从这里边明显能感觉到，这是后边油罐的那个弧线位置啊，它做了层次的堆叠，但这个样子也能仿生出来，好像威震天大腿上的那个圆弧过渡的肉啊，这个是它外边的大腿装甲。膝盖这里有双关节的活动范围，也是你在弯折腿的时候把它拉下来。膝关节折叠，上面的这一段并不是齿轮，齿轮关节在下边这里，但在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作为了一个挡肉的存在，也把油罐侧面的这半个弧线做了出来。所以这一块用油罐的曲线来仿生腿部造型，设计还是挺灵巧的。小腿部位同样包裹了相当多的零件啊，在这一条小腿里边藏下了整个的一个车头，还有边缘的这些轮子，这些都是真的零件变形出来的。所以呢，轮子贴上来，整个腿部非常的丰满。大脚趾这一块看似结构非常复杂，其实它是一块零件变形的，这些都是刻画和涂装。腿的侧面，这就是车头的烟囱了。哎，这块做的也是非常细致的啊。大部分的轮子其实都包在了腿上边，所以嘛，让这个层次感啦，包括每个纹理的细节都显得更加丰富了一些。穿上这个大兜帽披风，效果那就更棒了，可以说几乎媲美雕像级的质感。然后来说2个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的地方，首先脚丫子很大，但是这个脚踝的接地关节活动范围并不大，只有这么一点点。对于这个身高来说啊，你稍微 A 字站立撇的角度大一些的时候，这个关节就会显得有一些吃紧。其次，我们从后边看，这个东西在开合的时候啊，虽然胯部左右拉开的时候是齿轮关节，定位感也不错，但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玩具来说啊，其实这个松紧度还是差了些意思，并不能很好的把腿举起来。还好的是它这里有螺丝。如果说觉得这个关节松的话，自行调整一下，把这个螺丝稍微往紧拧一拧，站立的效果就会很好了。使用大量的真零件变形转换结构，也是这一款变形设计的魅力所在吧。所以这一款的变形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我们从肩膀开始变起，打起来这一块弧线的零件，拆开前方这里连接的卡，左右这里还搭着一个边儿，往内推一下，打开这个钩。整体的拉出来，顺着后边的关节旋转180度拼齐，接着把后边的这一块弧线的零件往下绕，先变成这样的角度备用。接着肩膀头子的这个半球拆开，注意看在后边这里还有一个锁着的小零件，把这个小锁子打开，整个的肩膀这个位置插的会特别的紧，有一个很大的插口，把它拔开，上面的这块零件折起来，我们就可以把胳膊平举90度拉出来，顺着这一块零件根部的一个插扣打开，把外边的这个零件折起来避让，然后旋转个180度绕到内侧来，再结合反着插一下，
把这个零件放进去。小臂变形很简单，往内折叠90度就好了。此时把这个挡泥的这一圈折下来，先把胳膊肘窝开，把它插进去。这里会有一个定位的扣子，把它插上，然后把这一块半圆的零件绕进去，绕好了贴过来。小臂这个时候结合上来，这里就要绕到这一块板子的内侧去，以这个弧线找准，让这个大方扣子卡到这个凹槽的边缘就好了。另外一侧的手臂更加的简单，因为没有包过来那片装甲的零件，这里直接是个扣子，把它扣合好。翻到后背来，2个烟囱折叠撇开，顺着这里边的轴往起翻，打开这个地方的卡扣，中间的这个地方打开卡扣，包过来。前胸板在暗处这里连接了4个插点，我们把它扣松。这个时候背包整个的这一大条就可以延展、拉伸，顺着这里边把驾驶舱的顶盖一并的掏出来。这里边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啊，肚子现在就空了。为了方便操作，我们把它放躺下来。这块的变形其实还是挺占地方的。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延展板件，把这里边的零件 Z 字折叠拉出来，银色的这一层，然后把这一块折起来。这片胸甲此时让开了空间，就可以抬起来对折一下，把它夹合，然后再绕个180度旋转过来，贴到这里边去。这2片再放下来夹合，头部归一归。现在胸甲和肩甲头部呈现一个这样的姿势，最后是要塞到肚子里的。看这里的造型，整个的胸甲展开，然后顺着里边把车顶盖中间有结合的插扣再打出来。哇，东西还是挺多的啊！别忘了根部还有一节，再拉，折出来。我们掏出这个小弟，嘴给它闭起来，2个胳膊吧转到这样的幅度，举起手来，往这个凹槽里边进行贴合，把它插上。然后刚才这个地方的扣子再和背包这里结合，2个插扣的定位把它夹合住，左右这里再包上来。哎呀，该说不说，这个造型为啥让我想起来异形里边的抱脸虫呢？好了，车顶的这一条我们现在变到这样的幅度啊，扔到一边，然后顺着腰带中间我们只旋转这个板子，折过来。哎呀，放躺下之后注意看这里有一个弧线的造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抬起来，顺着这个滑道抬好，2个中间的插扣夹起来。这一块的零件根部是有一个滑道的，往开推，推出来之后我们把腰稍微的拧一拧，旋转到这一面，插扣跟这里结合卡住，另外的一面也是绕过来，腾出空间。其实这款玩具把玩不顺手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得先把它一部分变出来，甩到一边去，无法一次性密合到位，就导致了这一块看起来晃晃荡荡的，不太安全啊。好，我们把它全部延展开。到了胯部这里的变形，先把2个侧裙甲撩起来，前裙甲也打开进行避让吧。腿部这一块的变形是最复杂的，首先打开里边这一块夹合的2个扣子的零件，拆松。外侧这里的这个腿甲也拆开，翻到大腿后方，这里也有一个小的锁边零件，把这里也打松。下一步变形可能不太好理解，但是拆出来你就明白了。我们把膝盖的位置往下拉一拉，然后顺着这里往出揪，前方这里再往开抠，好，就脱下来了。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方框的零件，这里有2个滑槽，它是插到这腿里边的，再配合前方这里的 Z 字折叠提上去，这样的插。所以你拆的时候呢，这里要翘出来一点点的角度，把这个 Z 字折叠插松的地方打开，然后再往下拉插销，这个地方就抠出来了。好，
顺势我们可以看这里边的一个 Z 字结构，这里先不用管它，因为下方的这一层我们还要往开掰。打开，这里边有2个非常长的插桩扣子。打开之后，我们向外撇90度，打横过来。注意根部这里又会出现一个双段的关节，搓起来往上提。提上去的过程中，记得就把这一块左右旋转打开。好的，扣合腿部。所以这里边根部的这个 Z 字折叠的倒腾啊，必须得变到位了。在人形的时候是拉到下方的，车形的时候是提到上方的。最后检查到没到位，只需看这个裙甲有没有完全的藏到这块银色的零件里边就好了。上边这个还算好理解吧，下方这里才是难点啊。我们把这条腿的关节掰直溜了，让这一块银色的油罐边缘凹度摊平，再把这个中间的插轴折叠起来钉上。拆小腿这一块，你还得从脚后跟一点一点的拆起。2个脚后跟这里，先把中间这一块结合的插扣打松，然后整个的翘起来。这里边有一个维度的插合扣子，在这2点上钉着，把它翻折下来。另外的一片也旋转打开扣子折下来，然后打开腿肚子的这一片装甲，顺着这个地方拉长，中间这里也有扣子，还插得很紧。打开，前方这里还有一个定位的扣子。当打开了这些之后，腿肚子里边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抠开这个轮子，先把它翻转，连带着中间的这根连杆拉出来啊，有一大坨。这个时候脚丫子顺着这个地方顶一下。油箱下方又一个 Z 字折叠的轴，我们把里边的这一坨全部拉出来延展开，这里边就是车头的位置了。把这个防撞栏折出来，旋转一下，小腿全部拆空之后，顺着这里边进行一个旋转，让这个油罐拼齐了。再翻到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插片，转过来。扣子结合，这里边有横竖2个锁点，让这块固定好。再有这一片后轮，左右打过来，上方的插扣结合。注意关节的走向，转横90度。这里边其实是有一个扣点的，转过来以后咯噔一下就到位了。再把这个脚后跟旋转过来，折开，这里边的2个插扣对准，再往下翻折。这里边其实是有2个转轴的，上下的这个转轴你记得调整一下，必须得推平，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后折叠，让这2块挡泥的位置结合起来，有一个挂钩锁上。另一侧在轮子里边用脚尖的位置，这个地方刚才我们翻出的那个大插扣，再进行锁定，2处结合，小腿里边的这一大坨拿下来。侧面这里和装甲连接处有一个卡槽，打开它，旋转，里边的这一块折叠过来，然后这个里边就是车头了。90度放出来，再90度折出来，侧边的防撞栏，前方逆着旋转1圈半，把绞盘拧出来，还有这里边180度翻出来的座椅，靠背给它立起来，再往出折90度。再从这面看，这里就是侧面半个车头了。这么大一堆东西全部卷在了这里边啊！还没有完，刚才我们多出来的这块腿架，我们拧进去，旋转，放到这里边。从这面看，拧进来之后，再一个90度贴合到里面。此时出现的卡扣，座位下方这里固定，油箱上方的2处进行结合，前挡泥拉起来，引擎盖子旁边结合，防撞栏和绞盘这里的挂钩套上，再把车门往外拧一拧，烟囱让过来，放成这个样子。后边这里的关节我们先张开啊，不要扣合。那
一边的腿部我们现在就延展开了，另一边我就剪辑掉了。好嘞，两边全部调整好，我们开始进行最后的密合。首先胳膊这里折下来，注意中间这所有的锁扣全部压实，记得侧面的小栏儿翻起来。结合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结合一面，然后掏出枪对折一下，顺着这里边的孔把它插进去，然后再结合另一条手臂，通过这一块裙甲和这里的避让关系，把这个整个的插进去。来看细节，上方这里打开这一条，翻转折下来。注意这里边的锁扣定位，前方这里在往内收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车头我没有变好的原因，就是为了张开它，方便这一片往内收纳折叠，来回得多调整调整。然后找准位置，先把这一块的扣子锁上，再把这一侧的滑道里边推进去。推到底之后，跟边缘这里进行定位，结合，让这个车顶封起来。注意看这里边进行一些反锁的调整之后，两个肩膀中间的插扣结合夹住。往上看，这里有两个零件，左右也有插合的位置，把它咬住，然后往内折叠。旋转进去，记得把这一块中间的插扣延展开，前方的这一块带有方向盘的位置啊，往下折一点点，旋转过来，这里边尽量打成90度，然后外边的这一个关节转到内侧去，顶平，顶平，车顶盖上方这里的两个扣子套住。模具的精度很不错啊，直接如果变到位的话，套盒上就等着你。打开这里边，调整一下驾驶舱里的两个座椅，车头现在就可以顺着扣子夹合。上方这一块前挡风玻璃有两个插扣，我们把它顺下来。定好，左右这里车门上方的插扣再结合。还没有完，这里还支棱着两根棍子啊，我们旋转180度，把它放到里边。后方这里还会有一个插扣结合定位，这一块中间还暴露着一些零件，我们把膝盖架立起来，整个的抠开，翻转下去，这一片打开，注意这里的维度咬合，把这个关节让过来，左右和手臂这里插上，和前轮中间的咬扣再进行结合，烟囱顺着里边拉起来，最后两个合金的倒车镜往正一立。那么好 ，NA 的这一款变3油管威震天终于搞定了。可以说这款的变形还是非常复杂的，主要体现在这么大的一个车头全部团在了小腿肚子里边的一个结构转换，再加上啊是扔出来变形，你得甩开了，占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其实在操作起来是有一点非常不舒服的，总会担心你在变这个细节的时候，甩出去的那一边叮铃当啷的会崴着。但不得不说，这种大开大合式的演绎啊，确实有一种重组的感觉在里边，像极了之前变2时期国宏高史设计的 L 级擎天柱的味道。变形完成，全车长度大概在53公分左右，相当恐怖的一个尺寸。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10个轮子都是在接地的，滚动性还不错。车前脸这里超级精美的刻画涂装，体现在这些锈迹斑驳的表面以及防撞栏上边这种锈蚀效果。这些刺还有这些地方都是软胶的材质啊，所以也不用担心扎到，很安全。两个倒车镜为了保证它的坚固程度，使用了合金的零件，透明的玻璃。车门上面有着急刹记录的刻画，还可以打开。驾驶舱内真实的座椅和仪表盘也像极了曾经的联盟级产品。
烟囱在人形状态下的展示就非常棒啊！这一回拉出来这一节车形状态下也是非常漂亮的。侧面这里油箱，甚至变完了之后，顺着这个缝隙看，车头的位置都不会出现暴露空洞的现象。车型的这个油罐拼合的完整性也是非常好的，毕竟有非常多的纬度锁定，唯一就是这里会出现几个轴暴露在这儿，有点影响美观。侧面这里放了备胎。屁股后边看，这里的楼梯也做出来了金属的涂装质感，护栏还有这里的水管，刻画都非常棒。要说车型让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屁股后边这会露着2个空槽，也确实啊，没有零件再去堵这俩窟窿了。锈蚀的轮毂，泥泞的轮胎，这边的小楼梯、工具箱，还有这里边的一些机械纹理刻画。但或多或少侧面这里会暴露一些螺丝孔位，就有点露怯了。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破披风遮上，烂铁链子围着身上绕几圈，是不是这样的展现效果就更棒了呢？那么总的来说吧，NA 做的目前最大的一款产品，电影系的第2款威震天油罐 V 其实算是一个挑战的项目。曾经有人预言，谁驾驭得了油罐 V， 谁就能驾驭得了飞天虎的汽车大师。确实，在变形过程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次的设计也是偏里外包、大开大合式的真零件去互相堆叠，然后在能藏的空间里，比如胸口和小腿的位置，尽量多的压缩密度去藏零件。可以看到一个很恐怖的工作量，也能看到在这一身旧化涂装之下美工师的一些心血。2个形态可以说是兼顾的相当不错了。迄今为止啊，目前出的所有油罐 V 产品，可能这个的还原度也好了，在一些细节的雕琢方面都是最好的产品，没有之一。但同样的问题是把玩非常不友好。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它并不是多难，并不是多复杂，只是不顺手，因为你需要把它整个的甩开的大开大合，避免不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粗心不注意，会有一些轴的风险存在。相信更多的玩家买到这款产品之后，也就是把车型或者人形单独的展示吧，谁会没事干每天去把玩它呢？也是在这款产品的设计上看出了设计师强大的零件统筹能力以及空间结构转换的厉害程度。做工、用料、涂装依旧保持着非常优秀的水准，但同样换来的这一款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了。毕竟有这么大的尺寸，这么多的零件数，再加上这么丰富的旧化涂装，而最终呈现出来了2个形态，也似乎并没有让我们失望。那么各位觉得这款油罐威震天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